猫通常指家猫，为中型猫科动物。根据遗传学及考古学分析，人类养猫的记录可追溯至1万年前的新优沃土地区，古埃及人饲养猫的记录可追溯至公元前1000年前，以防止老鼠吃掉谷物。现在，猫成为世界上最为广泛的宠物之一，饲养率仅次于狗，但同时也威胁着很多原生鸟类、啮齿类的生存，是世界100大外来入侵种之一。长期饲养的猫平均寿命为12年以上，历史上最长寿的猫则达38岁。猫的演化可以追溯至新生代第3纪古新世演化出的肉齿类。肉齿类动物为所有现代食肉目动物的共同演化祖先。肉齿类动物躯体长，四肢短，足有爪，有44颗牙，大脑不发达。在始新世时，肉齿类衰落，取而代之的物种是较进化的物种小骨猫。小骨猫是现代所有陆栖食肉动物的演化祖先，栖息在森林中，大脑比肉齿类发达，捕食效率高。猫的演化可以追溯至新生代第3纪古新世演化出的肉齿类。肉齿类动物为所有现代食肉目动物的共同演化祖先。肉齿类动物躯体长，四肢短，足有爪，有44颗牙，大脑不发达。在始新世时，肉齿类衰落，取而代之的物种是较进化的物种小骨猫。小骨猫是现代所有陆栖食肉动物的演化祖先，栖息在森林中，大脑比肉齿类发达，捕食效率高。一般以家猫从古到今都保存着的畏寒特点，推测其猫的祖先产于温暖地带，故非洲野猫及亚洲野猫有极大可能为家猫直接近亲。野猫的驯化最初是一种自然选择过程，而不是人工选择。其选择城市作为栖息地及选型交配，与生殖隔离一起成为这个过程的影响因素。在古代人住过的洞穴中曾发现猫骨头，古代人可能是吃猫果腹或驯化及饲养猫以控制有害动物如鼠。由于没有证据表明塞浦路斯有本土哺乳动物，这个新石器时代村庄的居民很可能将猫和其他野生哺乳动物从中东带到了该岛。科学家认为，啮齿动物，特别是家鼠 Mus musculus， 将非洲野猫吸引到了新优沃地的早期人类住区，并被新石器时代的农民驯服了。早期农民和驯服的猫之间的这种友好关系持续了数千年。随着农业传播，驯服的猫和家养的猫也随之传播。埃及野猫在稍后的时间里为家猫的母体基因库做出了贡献。家猫在希腊出现的最早证据可追溯到公元前1200年左右。希腊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和伊特鲁里亚商人将家猫引进了南欧。罗马帝国时期，他们是在第1个千年开始之前引入科西嘉和萨丁岛的。前5世纪，他们已成为大希腊和伊特鲁里亚定居点附近的常见动物。5世纪的罗马帝国末期，埃及家猫的血统已经抵达波罗的海港口和德国北部。前3世纪时，埃及农业已十分发达，当时就有养猫保护谷仓，防鼠害，而非纯种家猫就是这些猫的后代。据说埃及由于将猫视为神明看待，杀猫者将被处以死刑。中国对确认来自中东家猫最早的文字记载始于唐朝，此时猫已广泛饲养。24. 南唐周文举所画《仕女图》等作品中有类似现代家猫花纹的猫。前9世纪，埃及人将驯化过的猫传入意大利，意大利在4世纪时将短毛猫传入欧洲内陆，培育出纯种的短毛猫，在17世纪传入美洲。长毛猫则是16世纪由土耳其传入欧洲并培育出纯种长毛猫。许多猫在中世纪时被当时掌管欧洲的天主教视为恶魔遭到屠杀，间接加速了黑死病蔓延，直到约18世纪前后才结束这一行为。西周时代诗经的大雅含义写道：有熊有罴，有猫有虎。但诗句中将猫与熊、棕熊等猛兽并列在一起，一文意推测不是指家猫。且而雅诗兽也写道：虎切毛谓之猫。切毛的意思是浅毛，同为猫科动物。猫和虎本就有着高相似度。从上述看来，先秦文献中提到的猫，应是未驯化前的野猫。说猫名为猫是因为鼠善害苗，而猫能捕之，去苗之害，故自从苗的说法是典型的望文生义，是缺乏依据的。因此从中华文字发展的历史看，苗、猫二字古体差异甚大，不存在取边旁部首重新造字的谬论。因为是野外的猫，不是通常说的家猫，但此时中国古人已经认识到猫避暑的作用。西周的一周书《四符解》中描述到：王兽，秦虎20有2，猫2，鹿3500有8。这里记载了周武王狩猎的丰硕战果，在捕获了10几种猎物中，猫是最少的，仅仅2只，比虎的22只少多了。因此，此猫当属野生的小型猫科动物，而非家猫。战国庄子秋水提到其季华，流一日而食千里，捕鼠不如离生。离生在古代中国多指野猫，若把猫和良马对比，很有可能是指家猫。西汉初，据《礼记·交特征》指出：古之君子，此之必报之。淫猫，谓其食田鼠也。可见此处的猫是捕捉田鼠而非家属的野生猫科动物。同文一提到寅虎，谓其食田食也，因而祭之也。吉虎能控制野猪种群数量，对农民有益。
现代考古挖掘出的两汉墓葬壁画中，家宅捕鼠的4全。三国志、魏书，我知有匪，譬如人家有盗狗而善捕鼠，盗虽有小损而亡我囊住。曹操没有把丁匪比作猫，而是比作善捕鼠的盗狗。可见曹操所在的三国时期，甚至陈寿所在的西晋时期，家狗捕鼠更常见。大约成书于北魏末年及533年到554年贾思勰的齐民要术，造成取并酒。其屋欲全数日筑猫，塞鼠窟、泥壁，令尽扫地，说明这个时候猫在中国北方已经广泛豢养。唐朝宫廷中出现狸奴，狸奴即为猫，专门担任各大殿的防鼠工作。李商隐诗《鸳鸯瓦上狸奴睡》，猫出现在唐代仕女图中，成为贵妇的宠物。在宋朝，狸奴一词仍然被使用。陆游11月4日风雨大作诗云：惜才或卵蛮沾卵，我与狸奴不出门。刚出生的幼猫既瞎且聋，无法自行取卵，母猫会用舌头刺激幼猫肛门，帮助幼猫排泄。猫的鼻子到3周大时发育完全，然而猫一出生就能分辨出妈妈的味道。幼猫睡眠时间极长，如果鸣叫，通常是因为太冷、身体不舒服或肚子饿。幼猫出生时的体重约为100公克，约2周后，体重会增加1倍。2周龄以内的幼猫，每分钟正常心跳在200次以上，呼吸的速率每分钟约为15到35次。出生幼猫体温较低，约为35到36，在出生后的1比2周内会慢慢上升，直到4周龄时上升至约 37.7 摄氏度。幼猫刚出生时就有痛觉，但与痛觉相关的神经肌肉反射，在7日龄才会发育完成。幼猫在出生后5到14天就会张开眼睛，此时的虹膜呈现灰蓝色，在未来几周内眼睛才会慢慢变成以后成猫具备的颜色。幼猫约在3到4周龄时视力发展完成，7到14日龄开始缓慢爬行，第16天就会开始摇摆学走，到第21天时步伐更加成熟稳健。猫通常要到第3周走路才会稳，在这之前只靠母猫的搬动。猫在2周大时会长出第1组牙齿，3周大会自己上厕所，这时的猫会开始玩耍，4周大的会互咬住玩，学习如何才不会伤害到对方。小猫在第5周开始断奶吃硬质食物，也会变得独立，这时的猫的平衡感已发育完全，懂得梳理毛发。而在这段时期里，猫必须学会认识自己与其他动物。猫出生满2个月后，肌肉发育完全，不过需要更多锻炼才能准确判断距离、高度和速度。狩猎的技巧也是在此时期学会的。一般来说，猫3个月大时便有地盘观念，方向感也很好。幼猫最好在3个月大后才离开母亲。猫一般出生满1岁即为成猫，但是根据猫的品种和生活环境，也会有所不同。一般认为大型品种如波斯猫和布偶猫会比较晚熟。暹罗猫一般在出生后7到8个月，波斯猫在10到18月时。最近，也许是由于人类饲养、营养充足的缘故，有的暹罗猫在5个月时开始发情。雄猫比雌猫晚2到3个月，大约1岁时发情，一直到10岁左右都可进行交配。猫的发育速度比人快很多，其中以没有被人类饲养的流浪猫发育最快。中国民间称为猫3狗4，因为猫怀孕期为3个月，狗的怀孕期为4个月。虽然一些人认为家猫满1周岁时就相当于人类的20岁，然后每回1年就等于人类的4年2岁的猫相当于24岁的人类，以此类推，但是不同研究和书籍有时会有不同的对照表，并不绝对。也有一些植物，比如木天蓼和猫薄荷，会让一些猫进入兴奋状态，有些猫也会啃食这些植物。相对其他家庭宠物，猫需水较少，在原始条件下，它们主要由食物中得到水分，而且会摄取新鲜、流动的水。猫亦能浓缩尿液，但许多猫使用缺水的前饲料，容易摄水不足，对泌尿系统造成负担，所以饲主必须提供方便而清洁的饮水，需要经常更换。猫对饮水清洁度的要求很严格，并注意饮水有否不足，尝试各种方法增加猫的饮水量。最糟糕的情况是要少量多次的强迫灌水。要让猫喝足够的水，让许多饲主感到挫折。有许多方法可以尝试，但不一定有效。猫喜好饮用流动的水，采用循环流动式水盆，或让水龙头一直流出少量的水，可以增加许多猫的饮水量。增加饮水放置场所，使用猫能接受的饮水容器，采用过滤水，注意饮水温度是否过高或过低。用热水泡猫草后降至室温，都有机会增加猫的饮水量。采用湿食是增加猫的饮水量的有效方法，但成本较高。前饲料泡水虽然低成本，但是口性差又容易腐败。自行制作无盐肉冻鱼冻、肉汤鱼汤，有些猫也会接受。不少的猫都有乳糖不耐症，含乳糖的牛奶对这些猫而言算是泻药，应该以无盐起司等低乳糖的乳品代替牛奶。有人认为猫在进食时不应一直盯着看或靠太近，猫以为有威胁会发出呜声以示警告，且进食速度很快，因此食物骨骼会伤害口腔或牙齿。猫喜欢舔人类身体和结疤后的伤口，应尽量不要让它接触不卫生的食物，更不要让它口腔受伤。
目前已知给猫喂食太多，猫体重可达23公斤，50磅，必须避免这种对猫不健康的行为。猫需要摄取容易消化吸收的优良动物蛋白质，脂肪及极少量的必需维生素与矿物质也不可或缺。一只体重3公斤7磅的猫每日约需250大卡的热能。市面上一般饲料之含水量，罐头食品75%到80%半是铝箔或塑胶包食品20%到30%，前饲料约8%到10%。由于前饲料必须加入淀粉作为赋形剂，绝大多数的前饲料对猫来说相当于人类的高糖食品，因此对一些猫来说前饲料的糖尿病风险过高，需要可靠医学来源。猫在排泄后会埋其排泄物，在中国形容人做事马虎的谚语猫儿埋狗屎，这是一种为了掩藏自己气息的做法，因为在野外猫并不是很高级的猎食者，需要把自己藏起来不被天敌发现。但是一些家猫生活在比较安全的环境里，会渐渐放弃掩埋自己的排泄物，这种变化有可能是后天形成的。猫为补充精力，睡眠时间比较其他动物长久，每日睡眠时间在12至16小时间，平均在13至14小时，部分更会睡眠20小时，为只有30%的睡眠为酣睡期，其余睡觉时间皆为非酣睡期，容易惊醒。在英文中，看 nap 打盹即为只能够像猫一样快速入睡。它们常在晚间活动，但并不表示它们是夜行性动物。幼猫常会给予其他猫游戏以训练自己捕捉猎物。由人类豢养的猫大多会用人造的逗猫棒与猫玩。就室内猫而言，游戏为良好运动，亦能够增进与同伴的情谊。在卡通片中会出现猫玩毛线球的画面，但是于现实中，猫极可能食下毛线，从而引发肠胃疾病。此外，猫喜欢玩桌球，猫有时会竖起尾巴，这不仅代表小猫希望母猫舔舐屁股，也是撒娇。猫咪被人类抚摸时发出嘟呼嘟呼的鼾声是幸福表现。猫心情好时眼睛会半眯，耳朵微倾并放松，尾巴轻摆，脚掌上下地轻轻搓揉，不特别凝视任何东西。在吃到喜欢吃的或者很久没尝到的食物时，也可能会发出咕噜咕噜的鼾声。被信任的人抱到膝上时，缓慢地摆动尾巴，表示它完全处于轻松无虑的状态下。当猫花长时间清理自己身体时，也是同样意思。中国还有人认为猫可以预知天气，当它舔前爪往头上抹洗脸时，表示天气会转变。若猫在地上翻滚或躺下，最脆弱的腹部朝上时，表示性爱周遭的人，但这不一定代表猫咪希望别人摸它的肚子。若有东西吸引了猫咪注意，便会竖耳以接收讯息，瞪眼以专心凝视可能的威胁或猎物，然后停下来评估对手，但仍保持警觉。猫打输对手后，尾巴会卷进来，耳朵或胡须下垂，身体缩成一小团。猫在极度恐惧或生气时，为左右迅速摆动，耳平贴，舌拱起，瞳孔放大，张口入牙，胡须前翘，发出凶猛的嘶嘶声来恐吓敌人。若想逃跑，还是会虚张声势一番，弓其背，竖起毛和尾，撑大自己身体，企图吓退对手。当猫尾轻弹，如处于迷惑状态，表示正在思考，很可能在短时间内演变成上述情形。若猫感到紧张，则会垂下尾巴，放松背毛。猫也会感悲伤，但不像人会哭出泪来，而会用叫声表示。不同猫有不同叫声，不只限于一种。如果猫流泪的话，通常是因痛楚或患眼疾。